欢迎收看这期唐七说。本来想着做了盘点视频啊，就不用更新失望的游戏拉胯榜了，但好像很多人更加愿意看排名啊，还催着我更新啊。那么既然如此啊，2020年各大游戏厂商纷纷整活，搞得玩家也是一遍遍的在被敲着脑壳。那作为一个单机主机游戏的 UP 主，今年玩的游戏也还算比较多，自然还是要把自己今年玩到的裂开的游戏心里面的排名拿出来分享一下，来数落数落。那视频开始之前，还是要说上一说，失望是主观的情绪，有些游戏也并不是真的很挫，而是它代表着原本我对于这个游戏的一个期待。年底之后啊，才发现之前的拉胯榜做得太快，所以现在的排名榜单肯定会有所更改。当然，大家看到一些游戏啊，觉得是真的很烂，那也完全可以打出自己心里的评分给别人看上一看。废话不多说啊，那就进入咱们今天的2020拉胯榜单。第8名，足球小将，期待指数2，失望指数1，难受指数2。其实今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很多游戏虽然让我裂开啊，但也逐渐的慢慢得到平息。就像这个视频里面不会出现人王2是一个道理。看到视频的你啊，目前也应该进入了2021，那么人王2也应该成为往昔，也同样希望他在2021年获得更好的销量在 PC。虽然足球小将出现啊，也只是拿来凑个数，用来挤一挤。这游戏作为粉丝向来说，本身期待值啊，我就相对很低，但我放在这里就是想要警告和吐槽一下我自己，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这双手要去买一个粉丝向的游戏，每次买完游戏玩完以后，然后还要感觉又很生气。希望来年看到这样的游戏，不要再控制不住我自己，去买个粉丝向的游戏，给自己的新年里啊去找刺激。第7名，火炬之光3，期待指数3，失望指数3，难受指数6。这个游戏也是一个道理，游戏刚发售的那个服务器啊，根本就不是让人能够正常去玩游戏，放在这里也就象征性的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戏。套用 Steam 上的评论来说，这个游戏那完全就是个手游魔改成 PC 的感觉，不如2代，真垃圾。但这游戏皮的地方也是真的很皮，手游的品质，手游的画风也敢卖210，就问你们这个制作组牛不牛逼，想不想对着他说一句去你妈了个鸡。第6名，生化危机3重置版，期待指数5，失望指数6，难受指数4。今年游戏大多都是处于一个非常魔幻的状态啊，因此回望过去，卡表这波进场 solo 啊，还是真的令人感到波澜不惊的。游戏本身品质还可以，主要还是体现在游戏时长短和捆绑销售生化危机抵抗，强行拉高游戏价格这个风骚的操作上面。但奈何今年比卡表操作风骚的游戏实在是太尼玛多了，所以卡表这波微操啊，在今年这个大环境下，显得反而有点黯然失色了。游戏内容而言，追踪者过强的战斗力以及游戏过短的内容，感觉还是会导致一部分玩家觉得好像少了点东西。所以如果只是想体验 RE 引擎的生化危机，可以考虑生化危机2的 RE， 或者等待今年要出的生化危机8或者生化危机4 RE。 希望今年卡表能够稍微给点力。你要是再搞个4小时的生化危机4 RE 啊，隔壁2077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如果你想就看看生化危机3的剧情来买这个游戏啊，最近游戏打折137，感觉还是可以做下考虑。但是还是要提醒，游戏的内容过短，只有4个小时左右。当然如果是冲着抵抗计划去的啊，这个价格总的来说也还算可以接受。第5名，刺客信条英灵殿，期待指数8，失望指数6，难受指数4。啊，终于可以说一些新的内容了。刺客信条英灵殿能上这个榜单，倒不是因为它游戏做的有多不好啊，而是真的我对于这个游戏的期待值实在是太高了。虽然有很多粉丝说我是阿玉黑粉头子啊，但你们知道吗？当初英灵殿第一个宣传片出来，我就立刻预购了这个游戏啊，2077我都没有预购呢。哎，怎么说呢？游戏虽然还是有很多我觉得做的不错的地方，包括那些小游戏啊、秀件啊和一些历代刺客信条的彩蛋呐，我还是能够 get 到这些东西的点。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啊？通关之后还是感觉没有达到原本应该有的高度，或者说有些许遗憾吧。而且作为玩法来说，后面重复的钥匙和门栓，硬要放进主线的一些同门任务啊，中间这段还是真的有些太拖沓了。我不知道这段说出来我会不会被喷啊？但真的还是感觉有点小失望呢，没有当时起源带给我的那种神话题材的经验。还是希望育碧能够在下一个世代的刺客信条制作之前啊，能够先更多的考虑一下游戏的叙事、玩法和精致程度。过于庞大的开放世界未必是件好事啊。下个世代玩家应该更期待的是完全不同的刺客信条，就像枭雄到起源的跨度。所以还是希望刺客信条能够带给我更多的惊喜吧。第4名，看门狗军团，期待指数6，失望指数7，难受指数7。这游戏今年
年唯一让我感到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游戏跳票之后啊，竟然还是这个德行啊！不过跳票之后还是不怎么样的游戏，今年也不少。哈，对吧？但我感觉很离谱的是，怎么今年看门狗军团一点话题度都没有呢？做的还行，做的不好，好歹有点传播性啊！还是说真的，游戏买的人太少了，连最基本的不管是好是坏的节奏都起不来呢？难怪很多人说啊，比起黑子，没有节奏才是最惨的。你看看2077啊，被喷成这样了，1300万销量，对吧？对于我而言啊，其实很多观众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应该是知道的。我对于军团的期待值有，但更多的还是担忧。虽然很多人说我今年疯狂毒奶，但有一说一啊，军团的随机人物设定是不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模块化生成呀？而且玩法是有瓶颈的吧？啊，所以你们懂的吧？来个唐奇刘表的弹幕啊，那么我过生日连个生日快乐的弹幕都没有，这件事情那就算了。有个问题啊，我一直想在视频里说的啊，就是我感觉育碧有2个游戏的路子它是跑偏的，一个是全境封锁系列，另一个就是看门狗系列。全境封锁就不说了嘛，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经过梅妈祖的各种整活，几年之内应该也不会有续作了。但是看门狗系列这个还是要说上一说的，育碧开新 IP 的想法一直是很积极的，这点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但新 IP 伴随着一代代的更新，内容上好像没有那么明显。我说它走错路子是指什么地方呢？你们看啊，1代的看门狗出色的叙事加玩法，即使被很多人吐槽缩水狗，但从现在的角度去看，还是有很多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反倒是提到2代的游戏的各种路子就开始漂移跑偏了，淡化了叙事，但同样的开放世界的那些细腻的体验又没有做得特别让人印象深刻，还是一样的重复。到了军团啊，它又淡化了主角的设定。我不是说军团的多角色随机生成自己招募的这个设定不好啊，而是育碧做了相关的设定，却没有很好的把它应该有的玩法和表现力发挥到正常水平。换句话说，就是你淡化了这些设定，但你如何让别人记住这台作品呢？我估计到2021年年底啊，军团讲了什么，有什么角色，估计都没有人能够记住的。这就是看门狗目前最大的问题啊！全境封锁还能靠个梅妈祖起死回生整活让人印象深刻呢，而军团呢，真的整体表现太淡了。为什么3代作品玩下来始终能被记住的角色和剧情就一个艾登皮尔斯呢？为什么军团发售之前还要靠着已经年迈的艾登去拉销量呢？我看着都心疼啊！这真的是育碧应该思考的事情。既然做不到让玩家在自己的开放世界里面沉迷、印象深刻、记得住，不如提高叙事的剧情和角色的塑造的比重。那这第3名就是元啊，本应该有的神，但为了保命只能变成渡神记。期待指数8，失望指数7，难受指数7。哎呀，育碧游戏3连发，是不是预示着你应该长按点赞3连啊？我把渡神记放在第3位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个游戏其实也抱有非常高的期待值啊。还记得已经是去年时间我做的预言家视频吗？而与今年的3个游戏，我先在这里大胆的奶一口啊！如果要给它贴个标签的话，那应该就是最稳的，应该是刺客信条英灵殿；最有新鲜感的，应该就是渡神记了；最不能裂开的，就是看门狗军团。哎，我操！说真的，那个时候渡神记的宣传片还有各种 UP 主的试玩视频看下来，让我真的觉得阿玉的探索型开放世界游戏做的好像还不错嘛。真的玩了以后发现，我操，真的就是育碧那个味道啊！虽然游戏的中配是育碧游戏跨出重要的一步，值得给个赞啊，但我说实话，我现在真的感觉育碧就是单机游戏界的大蒜，什么东西给他让他做，都能做出一个育碧独有的味道来。很多人都说育碧的游戏是公式化开放世界，但你以为他做探索型开放世界就不是公式化了吗？啊，他还能给你整出个探索解密型公式化开放世界游戏。那你说装备驱动玩法呢？哎，他给你整出个装备驱动类公式化开放世界游戏。那你说第一人称暗杀动作玩法呢？那他就给你搞成一个第一人称暗杀动作公式化开放世界孤岛惊魂5。那你说汤姆克兰西的这种近未来科技背景游戏呢？哎，他再给你整出个这种背景的幽灵行动荒野断点公式化开放世界游戏。哎，我说实话啊，就育碧目前开发游戏什么都做成一样的形式，你们真的敢期待刺客信条中国吗？甚至很多人期待的超越善恶2吗？讲真的，你们都在催超越善恶2，这游戏要是现在给你整出个公式化开放世界游戏，哎，对吧？就没办法想象嘛。我们还是下一个话题吧，对不对？第2名，窝3重置版，期待指数9，失望指数9，难受指数9。哎，这游戏啊，我把它放在第2名，可见窝3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了吧？这是多少80、90后的回忆啊！他给你这么搞啊，这山啊，这水，哎，算了，都1年了，也没什么好多的。希望暴雪能够快点把《守望先锋2》和《暗黑4》做出来啊！我劝这位玻璃渣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小聪明啊！我手机也有了2年多了，你的《暗黑3》手游呢，怎么还不出来啊？哎，有些观众看到这里啊，可能已经发现了啊，还剩最后一个名额，那这怎么争呢？对不对？
今年怎么好像少了些什么东西呢？哎，没错啊，今年这波2020年拉胯游戏榜，经过我的再三思考，感觉还是来个双弹奖比较能够表达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啊。另外有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事件，就是从今年的2020年游戏拉胯榜开始，和其他的什么金鸡奖、金马奖、金摇杆奖一样，唐 GA 的拉胯榜，我也给咱们的第1名取了一个非常有纪念价值的名字，叫做金高尔夫奖，以此纪念每年膈应玩家心态最登峰造极的那个游戏。那显然今年的双弹奖得主第1名，最后生还者2，期待指数100，失望指数500，难受指数999。那双弹双雄的第2位是赛博朋克2077，期待指数500，失望指数500，难受指数300。好的，各位注意到了没有？这次的双弹啊，虽然2位都拿到了金高尔夫奖，但期待指数、难受指数都有所不同。我来给大家细细的捋一下啊。最后圣母2本身期待值是拉满的，但是游戏的剧情是膈应人的，它对我的期待值造成了5倍的伤害，所以失望指数是500，难受指数已经封顶了。玩完这个游戏啊，感觉自己的灵魂受到重创啊，一刀999啊。但是赛博朋克2077这个游戏呢又有所不同，虽然游戏我已经通过了好几期视频分析了它的好多做的还可以的地方，以及一些裂开阉割还没做完的地方，但有一说一啊，这游戏前期吹的内容，我对它期待值是突破天际的，比拉满还要多5倍啊！可能下一个有如此期待值的游戏也只有 GTA 6了。因此期待值有多高，失望就有多炸。游戏虽然有好多地方没有做完，还是非常的难受，但由于我有核弹3080在手，体验还算没有跌入谷底。但我估计玩不上和被主机折磨的小伙伴，估计难受指数也是一刀999吧。被坑的你可以发个确实支持一下嘛，对吧？今年真的魔幻到疯狂刷新每个人的上下限。你看上榜的这2位，好像和前2年我的拉胯榜上的气质都不太一样吧？都是尼玛去年啊，那应该已经是前年了。用脚趾头想都觉得不可能裂开的厂商。所以说2020年总结一句话来说，就是反转和裂开。你看343今年就很聪明吗？知道今年主题是裂开，看到鬼面兽出来苗头不对，立刻就跳票，也省去了2077那种扭扭捏捏，哎呀4月跳9月，9月跳11月，10月跳12月，搞到后面全世界都记住他这个的游戏了嘛。你看343直接一跳就是1年，简单粗暴，拍手叫好。今年真的是你以为没瓜了，明天就又出来新的瓜，你真的以为最后一天就正常了吧？哎尼玛，2020年最后一天就变成年度道歉日了。哎，我觉得我也应该道个歉，那个堂期不到，我先来道。首先对不起，我不应该取名叫堂期。道歉我们就好好道。我对不起以前跟我有过过节的所有仇人，在2020年这个糟糕的1年即将结束的今天，我真诚的向你们道歉。以前小弟年少气盛，口无遮拦，做事鲁莽，或多或少都得罪过各位。今天上午我看到郭敬明和于正这么厚脸皮的人都写下了道歉信，我深感自责。我认识到了我曾经是多么的幼稚，后悔不已。在这里各位仇人说声对不起。你这好像少了个字吧？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希望在新的1年里，大家化干戈为玉帛，旧事翻篇，各位仇人也能在自己的事业上蒸蒸日上，财源广进。当然最重要的是身体也要健康，么么哒。这个是黄旭东写的，我想说的是图上。好了，该整的活也整完了，该说的也都说完了，不知道各位看了满意否？其实我本来不想出这个视频的，因为很多内容其实盘点是有说过重复的，那我只能尽量的去写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来让看过之前视频的粉丝觉得不太无聊。主要是有人私信我想看拉胯榜嘛，我才爆肝再出一期的。话说我这期视频出来，2021也应该已经来临了，与其一直纠结魔幻的2020，不知道各位2021年又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游戏呢？说实话，明年我还挺想玩老头环和幽灵线东京的，各位应该也有自己想玩的期待的游戏吧？欢迎把它打在弹幕上。如果这期视频点赞加收藏过5000，那我再爆肝一期视频来聊明年我比较期待的几款游戏。想看吗？那还不赶快来个关注，然后长按点赞3连。这里是唐七，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Goodbye。